印度劳工这种东西就根本不该出现在台湾呐、其他移工可以用，为什么偏偏要从印度来引进？却没有做到对印度劳工疑虑的消除。为什么在老百姓反对的情况之下，还要如此强行的通过？这不可能有人认同印度劳工进来嘛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网传立院文书截图称，国民党提案开放印度移工是民进党政府主导的政策，签署 MOU 或立院审查同意，引发社会讨论。网络流传文件截图，直译是国民党开放印度劳工。事实上，引进印度劳工是民进党政府推动政策，且于2024年2月签订台印 MOU， 再由在野多数的立法院审查同意。所以，哎呀，这个在野党也审查同意了啊，所以在野党也要把他拉进来。结果政打就歪着了，他们想要用这种方式，就大家都看到这句话啊，就你民进党引进的，连绿色的偏绿的事实查核中心都说你是民进党政府主导政策，为什么大家那么生气？2023年11月15号，劳动部发布了新闻稿，表示正在与印度洽谈印度劳工合作备忘录，也就是 MOU。2024年的2月16号，仅仅在3个月后，劳动部就宣布2月16号跟印度签署了 MOU， 速度超快啊，神速，你知道吗？3个月就搞定了劳工进口 MOU， 然后时隔半个月，2024年4月2号，劳动部就公布 MOU 了。然后隔一天，劳动部就依法叫条约缔结法，就把 MOU 送到立法院来查照。到了4月19号，立院国众两党团，就蓝白党团把 MOU 改为交由委员会审查。时隔2个多月，才在2024年6月26号，卫环委员会国民党赵委王玉敏安排 MOU 议案与外交国防委员会联席审查。各党无人反对引进印度劳工，也未更动条文要求退回。会议结论同意 MOU 准予备查，并2项附带决议完成委员会审查。2024年7月5号，立法院宣读委员会审查结果，完成 MOU 备查程序，准予备查2条附带决议完成审查。那2条附带决议是什么？李正皓公开执行记录打脸，当年力挺，现在切割，搬出2026年联席审查，就是刚才所讲的联席审查记录。会议主席赵委是王玉敏，多位蓝委喊出将引进名额扩大到2万。李正皓强调，台印劳工合作备忘录是在2024年7月5号由韩国瑜主持院会蓝绿白3党无异议下予以备查。民进党席次不过半，若国民党不支持，这能通过吗？借着反击蓝营，现在转向神是你，鬼也是你。但是国民党的反击是什么？第一个，你政府签署，我们没有办法代签，是你主动签的。而且呢，要求停止引进，因为网络声荡反对高涨，部分蓝委呢要求总统台应立即停止引进相关程序。来，我这边呢，我讲句公道话。第一个，李正皓的批评，我跟你讲，其实很给力啊。就国民党的委员虽然辛苦啊，任何的政策在制定的时候，要倾听民意啊，要更加的倾听民意，要更加的小心啊。虽然是民进党起的头，民进党签了 MOU， 但是你在审查的时候有没有更加强而有力去主导？不能老是被民进党的议题指引着走嘛？为什么民进党引进印度劳工？我们那么多地方可以引进劳工，为什么要引进印度劳工？因为当时印度跟美国还不错嘛，在那个氛围之下，印度还是所谓的民主抗中联盟之一啊。很多人对这件事情他没有任何的警惕啊。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印度这个事情会这么严重？首先，你要先了解印度这个国家是怎么一回事啊？印度信仰的是印度教，在印度教里面，吃苦受难受灾是他这辈子必须受到的因果轮回报应。所以女性在印度文化里面也是相当的不被重视的，因为女性在印度这一种高强度的集约农业当中，它的能发挥的效果相对有限。因为印度有一个特色比中国还显著是，第一个它气温更高，而且它基本上整个大面积的都是热带季风带，所以印度基本上1年可以3获，所以它的土地集约度很高，而且它有大量的泛滥平原，所以就带来大量的肥沃的土壤。在古代是这样，但现在用的是化肥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文化里面，它所形成的对女性它是很不尊重，因为女性没有什么强而有力的生产力嘛。这样高强度集约农业一定是什么？高强度集约劳作靠的是男性嘛，所以印度女性的地位是很卑下的。另外，印度教啊本来就有这种交合的传统，尤其露天交合，在印度教的神话故事里面到处都是。交合这件事情对印度信教来说，它是一个直接赤裸的写在了它的各种神佛的传说里面。
所以在印度啊，阶级是生活的一个 background， 它不是什么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就是生活的背景。性暴力、性骚扰，甚至强奸、轮奸这种东西，对他们来讲没有太大的负罪感。还有，你给了他钱，你应该走。对印度来讲，只要他能弄到手，那这代表是他的能力。所以跟印度人做生意啊，是毫无诚信可言啊！有多少人栽在印度里面？这是他的一个宗教跟他逻辑的传承。因为印度教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宗教，印度今天能够成国，是因为英国强行的把他们给独立了嘛。本来这都是属于英属印度，包含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是属于英属印度的一部分嘛。印度教很多塑像，甚至就是男女交合的形态在那边，所以对印度人来讲，生不生孩子一回事，但交合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常态。所以印度的这种强奸根本远低于他的实际发生，而且对家族中女性的性暴力，这是非常非常常见，很多女性都会忍受这些性暴力。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讲，说出口只被打得更惨，他干嘛说？你不反抗，代表你在这个仪式里面；你反抗，你在破坏仪式嘛。你以为风险是印度移工，其实真正风险是台湾拒绝国际化。昨天华大印度移工来台新闻，邮联区一片对印度移工的负面标签，大家在吵治安危机、吵文化差异、管理困难，好像只要印度移工进来台湾就会出大事。但我看到是去年11月在金华酒店大厅酒吧开会服务我们那位印度小哥，他刚来台湾4个月，中文不太流利，一开口很客气，不好意思，我中文不太好，请见谅。这一刻我很有感触，一个24岁年轻人离开家乡来到陌生国家学语言、适应文化，重新开始本身不容易，我笑着鼓励他，你中文讲得很好，加油。我还跟他聊，我很喜欢印度肥皂香味，我超爱，他听闻很灿烂。当然，据说提高劳动结构一定会变，高工时、高劳动、高流动的工作，本来就会发现你越来越找台湾人来做，不是台湾人不够努力，而是社会已开发现象。未来5年，餐厅、饭店、照护、运输、制造，你一定要看到越来越多不同口音、不同肤色的工作伙伴，不止印度、孟加拉和尼泊尔，那你就开放孟加拉跟尼泊尔啊。然后你看咯，直接秒被打脸。大家好，照片里的人是我来自印度尼西亚，不是印度。我来台湾是实习，不是工作。我很高兴有机会来台湾旅游，那里的人非常友好和礼貌，直接被打脸呢。好笑的是有一篇洗的最用力的是这一篇，一个叫 Scott Winsby 的一个女生，应该是这位啊，她住在印度，她正在印度独旅啊。她说我在印度独旅已经第11天，我只感受到不分男女的人情味，我开始怀疑台湾自称最美的是人，却如此歧视印度。当时引起了青鸟的大量的回响。然后知道这个故事是什么吗？这是一对西班牙网红夫妻啊，这个女生当着她老公的面被印度人轮奸啊，对，我看到，而且还被打了重伤啊，差点要死啊。后来好不容易报警才活下来啊。我住印度7年，主要是工作，也旅游过20个城市，去过印度城市比大部分的印度人都多，有能力照顾自己独旅的女性台干。我在印度出游的日子里，也遇过男性同事对我说：“哎呀，你们这样出去都不怕被强奸，某某就算了，人家小美是花花闺女，要被怎样的公司要怎么样负责任？”小美是另外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台湾女性同事，在印度工作过的男性尚且入，更何况没去过印度。我很珍惜以前在印度工作的好心人们，我也无限唾弃鄙视欺凌无耻人们。东亚男居多，好好重视眼前一切，祝你旅途愉快啊！有没有？他意思是什么？东亚男性被鄙视，大家现在住哪里？他现在住 UK 啊。我有去过印度，正好我长相是印度人喜欢的类型，虽然是跟团真的很恐怖，一路上不停被偷拍，一端人来想办法接近我，还有男性一路跟到饭店，搞到导游领队，同男生必须4个人围住我，这辈子不会考虑去印度自由行。你看不知道原因是吗？看数据。印度就是一个极度恶劣的性犯罪频发的变态国家，政府引狼入室，能保证可以管制住吗？印度性侵强奸的犯罪数据，每年案件约3万1到3万3件，犯罪率约10万人4.4件，平均每天85到90件，平均每小时3到4件。我告诉你，因为印度人口很多，人口很密集，所以你看每10万4到4，印度随便一个小聚落，可能都是好几万人的等级。你在一个印度城市随便有44件强奸案，就看你有没有遇上。很多人不愿意跟你理性讨论，就开始攻击你的容貌，真的很过分。但是你的真实经验，我自己也在台湾认识一对很棒的印度夫妻和他们的小孩，他们会一起练习中文，他们也会陪我的家人去公园散步。但我那些在澳洲、美国和加拿大工作的朋友，几乎每个都说被印度人整得很凄惨，只能说我们很幸运，但其他人的经验也是真的会让他们排斥怕到印度人。而且这些经验是怎样都不在印度。
西班牙夫妻的过程，他们将他们拍摄的素材剪辑成一个纪录片，是因为1个小时，用了英文、中文、西班牙文，显然是想更多人知道自己在印度的悲惨遭遇。就刚才那对夫妻，一在印度城镇上找不到旅馆，他们只好在野外搭帐篷露营。2搭帐篷时就有印度男子破坏好意来围观他们，还抢他们的花生米吃。3妻子感到有点危险，决定先上镇上吃晚饭，他以为这样印度人就会离开，没想到吃完饭回来后，有7、8个印度人在天安时又来了。4印度人进入帐篷，男的要求他们离开，对方亮出3把刀砍人，开始打人。男方说可以给你们钱，求他们放过来。结果钱400美元、700卢比都给了，印度人却没有离开。6男方被殴打并被控制，他们摁住了妻子，女生进行反抗，但手被划伤。轮奸发生时还不准男方闭上眼睛，必须观看。逼迫女的必须叫床，不然就殴打她的丈夫。3个小时后，妻子浑身是精液，医护也被精液浸透。8歹徒走后，2人骑摩托车到外求救，遇到了巡逻警车，跟印度警方说主动救助部引警察，他们去卫生院给了他们最好病房，但是窗户是破的，满屋子都是蚊子。9办案警察态度敷衍，所以2人决定往上曝光，印度官方才派人与他们接触，立刻逮捕罪犯。10印度警方要求2人删除视频，并且带着他们化妆前去躲避记者。11知道取证的重要性，所以女方是不能洗澡。第2天，他带着满身金痕到7、8公里外的市医院取证。12出院后，他们被带到一家豪华宾馆。印度警方以保护为名，在门外派了哨兵隔离媒体。印度警察带去的是自动步枪，不是手枪，说明是军事部队在看守他们。13他们履行完手续之后，帮警察开车护送到本邦边界，让他们自行离开，然后警车就回去了。最后2小时，他们走遍半个亚洲，遇到人都很善良，印度除外。我跟你讲，这是真实新闻。我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哦。民进党这群恶心分子找了一大堆人来那边洗这个地，包含洪胜汉自己下来洗。印度移工 can help， 其实事实上，对于开放印度移工这个政策，我可以几乎这样说，大家都站在 welcome 的方向跟角度，就是国际抢人大战的此时此刻。台湾苏朗摩苏丁大破大立，大步的往前走。印度移工 can help， 咱就是爱哈金来走嘛，所以我要支持这个政策，勇敢去做好。印度老母吴思瑶，对，他是印度老母，他就是印度移工 can help 的强力支持者。民进党就继续洗啊！我跟你讲，民进党这件事哦，真的是洗不过来啊！最大的打脸来自于哪里？印度移工10万人。已经经过事实查核中心认定是一个假消息，所以事实查核中心认证你们是主导印度移工政策的，那是不是假消息的？你自己要用事实查核中心的。9号证实，首批印度移工有望在年底前引进。今年是有可能的，劳部是有承诺5%，但我们希望能够做的比这边更多。因为印度移工要开放10万人。彭博社报道已经签了 MOU， 你想能不能承认？这个是典型的假讯息，这个已经澄清过了。很可惜，你在今天这个场合用这个假讯息。洪胜汉9号证实，首批印度移工有望在年底前引进。今年是有可能的，劳部是有承诺5%，但我们希望能够做的比这边更多。不过，印度移工来台可能出现的文化差异和治安疑虑也引发讨论。讲民党这一波死定了。自己说没有印度移工啊，结果赖清德当年在侯友宜辩论的时候，侯友宜问说你要开放印度移工10万人，你为什么不承认？印度移工要开放10万人，彭博社报道已经签了 MOU， 你想能不能承认？这个是典型的假讯息，说人家是假讯息啊，就现在已经。所以说，民进党真的是他真的没有想到，川普这么快就放弃他们。当时引进印度劳工是为了兑现民主党，结果呢，笑话一则。还有还没有止呢，太多了。国人在担忧的是治安的部分，那我也借由我们在立法院的委员会提醒国人，对任何族裔的人，我们都应该平等看待，是不能有英文叫 stereotype， 不能有那种僵化或者是固定的一个歧视跟误解。对国内的族群如此，对国外也是。印度是全球唯2超过10亿以上的国家，当然零靠追，来记得追。那他们有他们的种姓制度。妈，真的是他妈打脸打爆啊！我的天哪，怎么能够这么的打脸呢？大家就很好奇，奇怪，怎么那么多人高谈阔论，表示印度很尊重女性，民进党就继续洗啊？你前面根本洗不动，为什么？就垃圾到极点。来看这个知名的青鸟账号，那些
反对印度移工的有几个去过运动，把人家污名化是什么心态？我也没有去过印度，但我看过印度电影《3个傻瓜》，其实从电影就可以看得出，印度人是很负责任、很上进的，对女性也很尊重。请问到底在反对什么？如此反对印度人的原因，这个当天啊，4月11号当天也在迪卡就爆了。第一点，印度人是出了名的不尊重女性，基本上跟公狗一样，性欲来了看到什么都能干。不要扯来的都是工程师，放屁，一定都是底层劳工来工地挖土、搬砖、搬钢筋的。第二点，全台湾一堆逃逸外籍都还没抓到就引进，到底是在搞什么大便脑？你养狗，结果狗跑丢了，直接再买新的，让路上越来越多流浪狗吗？这个政府根本什么配套措施都没想，反正我人力进来了，图标好看了，其他隐私跟我没关系，这是无能政府。你看这一则引起了500多则留言啊，有没有？你看这个。在加拿大，一堆印度人从读幼儿园就开始对女同学毛手毛脚，不管什么都种姓都一样。你丢给新闻报道上来看一下，还是你住加拿大？我在这问就看到过印度同学骚扰女同学，只是没看到动手动脚的程度。外甥女刚进小学就被骚扰了，难道没有上新闻就不算数吗？笑死！另外一个林月琴，民党另外一个立委。关于印度移工，我想先讲清楚2件事，不要让谣言跑到政策前面，也不要把讨论变成对待特定国籍的歧视。台印劳务合作不是突然出现，这份 MOU 已在2024年签署，并送立法院联席审查，审查文件写得很清楚，背景是台湾高龄化、少子女化，基层缺工持续扩大，也需要分散移工来源风险。至于职类名额与是否试办，决定权都在台湾，这也不是台湾独有的问题，周边国家同样面临缺工，也缺透过制度管理跨国劳动力，而不是靠标签和情绪处理。现在真正要问的不是怎么贴标签，而是制度准备好了没，招募怎么做，生活支持度不够，申诉保障是否到位。不要让谣言影响到政策判断，也更不要让歧视取代理性。而我也会持续要求劳动部依据政府立场，针对产业人力需求、国人的关切及配套措施完整等方面充分把握评估。劳动部今年底一定会引进印度劳工，这是谣言，不可信。劳动部已在4月10号澄清，具体时程都在审慎评估，不会着急。来，所以这林月琴只要今年有引进印度劳工，他妈你给我出来跪，真是有够夸张的啊！妈打死不讲，这更好笑。现主持台派，在体育田径方面躺平，在宠物用药方面精准打击，在印度移工方面以同理可证，反中配反台湾，在一切郑丽文图文下流，旗下正上，在李阳方面持续打击加油成为后盾，在台中方面帮忙复习教练性侵案，在南投方面支持民间香茶农，在蔡英文方面关心是否被水户没收手机。请问台派还要不要生活？今天地板还没擦呢，忙死了已经。现在的战场越开越多啊，更好又这个又洗地的。台湾人真怪好啊！你对印度真的了解吗？你知道台湾的科学园区里面有多少印度裔工程师吗？你知道北科大里面有多少优秀的印度籍学生吗？为什么一提到印度移工，大家就满满的负面标签？印度还是核武大国也是和越南一样，少数和中国打过边境战争的国家。我是不知道台湾人到底要歧视印度什么，发的是什么低能言论？印度工程师跟劳动部要引进的印度劳工的招聘门槛和文化程度完全不一样，甚至肤色都不同。你真的理解科学园区中的印度工程师吗？之间的差距，如同印度工程师和罗祖的智商天与地。印度非常多工程师，很多优秀学生，大家都知道，但这跟印度移工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光是跟台湾男生就被性骚，现在还要引进种姓制度，没被废除性侵、性骚很正常的国家的移工，很抱歉，我就是会胖。忘记2012年公车德里轮奸案吗？这甚至不是什么偏向，是德里。22岁的女医生实习生乔蒂辛格，其男朋友乘坐在一辆公车上遭到殴打、轮奸和虐待，包括司机和车上另外的共6人强奸了乔蒂辛格、庞蒂克，并暴力殴打女子的男朋友。之后，乔蒂辛格、庞蒂克被紧急送往德里的维涅医院接受治疗，在遭受暴行后的第11天就被送往新加坡治疗，最终在13天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有人拿那个硬物去捅他。你看哦，还有一个。你对印度真的了解吗？我工作遇过，旅行也遇过，从工作态度到文化水准，更别说我印度是强奸大国，来了百害无一利。为什么要开放印度不可？为什么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大家都没那么多声音，偏偏印度惹动怒跟反弹？因为踩到人的底线。我在澳洲就是跟印度人当邻居，工作也是做同事。对，有好人，不是都打翻一条船的人很聪明，但绝大部分会让你敬而远之。他们是非常没有边界感的民族，永远都是一卡车聚集在一起，动不就给你开趴，占用大家的公共空间跟资源，一间房子挤3、4个家庭，然后一个一个把家人接进来，然后硬要娶个当地女人，生小孩，拿国籍搞移民。会来台湾的都是做苦力跟低种姓，他们的首选永远都是加拿大、美国、澳洲。那你想能来台湾的都是怎样的阶级？印度人跟亚洲人的儒家思想完全不在同一个思维，他们连老二都可以当神拜，相关信仰、饮食民风都大大震碎你的视野。别再用井底之蛙跟民族歧视来绑架台湾人民。难道真的要发生强暴案，然后还要怪女性不自爱吗？够了，移民够多了，台湾也没新加坡的法律超越。为了大家的安全感，印度人请永远挡在门外。就做个总结，印度移工这一题会继续烧下去，因为他只要一天有这个空间，他就会继续烧。这个风险大。印度移工争议分3个，第一个，我们有其他移工可以用。
用，为什么偏偏要从印度来引进这些大量的移工？第二个，你政府完全没有做到对印度劳工的所谓疑虑的消除跟保证的内涵。你讲了一大堆，只说不可以信、不信谣、不传谣，请问你自己讲出了什么？第三个也是最重要一个，为什么在老百姓反对的情况之下，还要如此强行的通过？所以这3点就不可能有人认同印度劳工进来嘛，这是完全鬼扯淡的事情啊！而民进党在这个议题，他们看起来会继续在努力，会继续努力来失分。所以我一直讲，2026真的很有机会，重点是你在野党能不能整合成功，关键就是这样。